你知道电脑键盘上除了英文注音符号以外的下面那排字是什么时候会用到吗？你知道中文曾经因为太难打而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落后的文字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文输入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平常打字的时候都用什么输入法呢？根据一份2011年的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台湾人最常使用的输入法是新注音，而第二名的注音输入法也有大约1/5的人爱用。至于第3到第5名的比例呢，大家可以看看字卡。很明显的，在台湾的输入法市场，注音系列还是占有压倒性的多数。但是有常在用注音输入的人，一定都遇过自动选字错误的困扰。要打楚瑜呢，变成了楚瑜；要打志奇，变成志奇哦，真的是超烦。但事实上呢，中文世界可是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今天这套还算方便的注音输入法。而在电脑问世之前，中文打字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怎么样透过打字机打出来。所以呢，我们会先从大家最熟悉的 QWERTY 键盘开始，介绍它是怎么样被发明的，为什么电脑键盘都长这样，中文输入法演进的过程当中又到底有多么的艰辛。除了注音输入法以外，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想要读书但又懒得带厚重的书本出门吗？各位读书人有福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了庆祝50周年，特别打造了拥有上千本藏书的电子书库，从人文史地、侦探推理到职涯思考各类的书籍应有尽有。现在购买这些电子书呢，还有超优惠的方案，平均一本100元起，金庸全套更是史上最低价，单本100元就能够带回家。更棒的是，一本书只要买1次就能够启动跨域阅读模式，自由的切换 Booking 远流 App 还有读墨 App。此外，远流还推出了独家方案，让你可以用超优惠的价格把电子阅读器跟电子书一次带走。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远流50周年阅读计划，享受自在方便的读书生活吧。QWERTY 键盘是美国发明家肖尔斯在1868年发明的一种机械打字机的键盘配置。它不只是史上第一个成功量产的键盘配置，就连今天市面上面大多数电脑键盘的配置也都是从它衍生出来的。但它之所以这样子排列是因为这样子比较符合人体工学，比较方便打字吗？错，答案正好相反。它其实是故意反人体工学，用来让使用打字变慢的。因为当时的打字机，我们每打一个字就会有一个击锤敲在纸张上面。那如果打字太快，在上一个击锤还没有归位之前就按下了下一个字，击锤可能会搅在一起，害打字机故障。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肖尔斯就故意把不会连续使用的键盘呢排在一起，甚至还把常用字母故意放在力量比较弱的手指要负责按的地方。不过照常理来想呢，这种在硬体限制下面出现的配置应该会随着技术提升而被淘汰吧？但为什么到了现代，我们还是在用这套打字速度比较慢的配置呢？答案可能非常单纯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当大家好不容易可以用一种键盘配置流畅打字，如果没有很强的诱因，实在很难让人有动力再去重新练习另外一套的键盘配置。而且对于电脑设备的生产商来说，与其冒险去生产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学的新键盘，不如急于生产原本就有广大使用者族群的键盘，还比较保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到现在 QWERTY 仍然是世界上面最多人使用的键盘配置。不过虽然这个样子小小的键盘要容纳26个英文字母完全不是问题，但对于有成千上万个汉字的中文来说呢？不管是在100年前或是今天这个时代，西方世界呢都常常会把中文打字机拿来当成是嘲笑的对象。1900年呢，旧金山观察家报刊登了一幅嘲讽画，画中有一台看起来像是打字机，却大到必须要打通2个房间才放得下的奇怪机器。这台机器呢，上面有5000个按键，必须呢要有4位手指健壮的键盘手才有办法顺利的打字。还有一个例子是饶舌歌手 MC Hammer 在他的 You Can't Touch This 单曲 MV 当中跳的舞，也被说呢是中文打字机之舞，因为这种舞步很夸张，而且节奏很快，就像是一个人在巨大又复杂的打字机上面拼命的工作。史丹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雷宁认为，这些嘲讽就是因为西方世界觉得中文的文字系统很落后。按照西方人的逻辑打字机应该是按什么就可以打出什么，但中文汉字实在太多，根本不可能全部塞进去，而没有办法接轨最新科技的中文，也就被认为呢是一种落后的文字。不过就算是在这样的时代还是有一群发明家尝试运用各种创意，试着让中文有办法打出来。
191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周厚坤完成了他的中文打字机的原型机。这台打字机呢，以常用字为核心，把最常用的大概3000个字，按照部首跟笔画排列，刻在一个圆筒上面。只要透过机器上面的这个铜板找到要打的字之后呢，按一下就能够印到纸上。这台中文打字机公开之后，马上就受到关注，差点一度呢可以开始量产，但可惜的是，最后并没有成功。因为周厚坤的设计呢，跟传统的活字印刷不同，只能够印固定的3000个字，但是不同领域的书籍需要用到的汉字差异很大，所以只有这些根本就不够用。而在那之后，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打字机，1947年，中国才终于出现了史上第一台附有键盘的中文打字机。这台由著名作家林语堂所发明的打字机叫做明快打字机。外表看起来就跟一般的西文打字机差不多，但它的原理却复杂了不少。用最简化的方式来讲假如我们要用明快打字机打一个追字，需要按3个按键。第一个按键呢按木，第二按键呢按追。这个时候打字机上面的显景框呢就会跑出8个候选字，只要按下对应的数字键就可以打出追。明快打字机创新的拼字原理呢，跟实用性很快就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最后还是因为资金不足等等的原因而没有成功的量产。不过，明快打字机的拼字以及选字原理呢，却成为了之后电脑时代中文输入法的基本逻辑。进入电脑时代之后呢，中文打字机那上千根的实体活字杆终于可以被收入记忆体里面，也为中文输入带来了新的转机。现在我们的中文键盘上面呢，每个按键都有4个符号，它们各自代表的就是英文、注音、仓颉、大意这4种输入法。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中文输入法各自有什么特点吧。1976年，中文电脑之父朱邦富发明了仓颉输入法，成为了中文输入法界的一代霸主。仓颉呢，主要有24个字根，再加上2个特殊键，刚好可以对应到键盘上面的26个英文字母。但它的输入原理其实并没有非常直觉，因为仓颉的某些字根是取那个字的一部分。比方说呢，要打同这个字，必须要输入木月一口，而其中呢，这个木一口却又很直觉但月呢却只取外框的中来拼字。仓颉就是像这样子用一个个的字根组合成想要打的字，它的优点在于只要使用者熟悉，它就几乎可以完全不用选字，再也不会有这种楚瑜变成楚瑜的问题。1988年，台湾人王赞杰发明了大意输入法，他把汉字拆解成了40个主要的字根，原理跟仓颉类似，都是利用这些字根来拼凑出想要打的字。例如呢，法律的法在这个大意里面呢，只要按下水、土、毁就能够打出来。大意输入法在推出之后，受到了台湾新闻界司法界等领域的广泛使用，也攻下了这个键盘按键右下角的位置。而另外一个也有一些人很爱用的字形输入法呢，叫做无虾米。概念上面来看呢，它一样是用拼凑字形的逻辑来输入，但神奇的是，你要用键盘左上角的英文来对应各种字根的字形或者是字音。比方说呢，要打哈要输入 OAO， 就是纯看字根的字形；但是在打粉的时候呢，要输入的字根米八刀，就是按照字根的读音输入 MBD。不熟的人可能会觉得问号但只要熟练的话呢，无虾米可以打得超快，所以到现在呢，它还是有一群死忠的支持者。不过从使用率来看我刚刚说的这3种字形输入法呢，似乎都远远不及注音输入法。虽然现在注音系列有压倒性的市占率但对于早期的电脑使用者来说，注音可能不会是第一首选。最一开始注音输入法呢，俗称为波办。由于呢它是用拼音的方式输入所以只要打一个字，我们就必须要从很多的同音字里面找到你真正要用的那一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呢，应该就知道这真的是超考验耐心的。而且呢，用这个字音来打字还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因为中文的人口组成复杂各地都有乡音，明明是同一个字，不同地方的人呢念法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设计跟使用都更加的困难。不过后来微软又推出了能够自动选字的新注音，并且不断的改进这个选字的精准度，这些选字的问题已经好转了很多。而年轻一辈的台湾人也比较没有相应的问题，所以只要是有学过注音符号的人呢，几乎都不太需要学习，就能够轻松使用注音输入法。而这样的超低的学习门槛，也让注音输入法称霸了台湾人的键盘。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
那话说回来，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企划在用新注音的时候，楚瑜一直跑出来，让他觉得非常的问号。明明楚瑜的使用频率应该比较高，但为什么新注音每次都要选楚瑜？这个选字逻辑呢，真的让他疑惑了非常的久。那虽然研究到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新注音偏爱楚瑜的原因，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中文人口在西方所建立的音体标准之下，经历了多少的努力跟失败，才终于得到现在这个还算 OK 的输入法。这也让我们在选字的时候好像比较能够体谅，心情就没有那么烦躁了。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虽然中文世界在适应西方标准的时候发挥了非常有趣的创意，但是当我们终于成功的把中文整合到电脑世界之后，那些标准化的中文输入系统却反而好像限制了我们造字的创意。过往呢，许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常常会实验性的造字来表达某种新的概念，比方说以前中文里面呢其实并没有女部的它是在近代以来是为了要对应英文的 she 才由作家们创造出来的字，但是在电脑时代我们只能够打得出字库里面的字，而这样子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反而限制了我们对于语言表现的想象力呢？对这个问题有任何想法的人都欢迎留言分享哦。那今天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最常用哪一种输入法呢？我最常用新注音哦，选字有感觉越来越准了，比无虾米玩家前来报道我中打每分钟破150字。所以我现在都用语音输入，根本懒得打字。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文打字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注音符号以及简体字是怎么发明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